哎呀，快点，要不然等你死了，我再过来捡你的东西就不值这么点钱啦。死马当活马医，那倒霉蛋一咬牙，掏出了10枚中品灵石，递给了叶玲珑。他交出灵石的那一瞬间，叶玲珑2张加速符贴到了他的身上，下一秒，嗖的一下，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了叶玲珑的面前，一眨眼的功夫就直接冲到前面，一头撞在了树干上，整个人撞麻了。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超速撞树也是会死人的。抱歉，我这次手快了，下次一定注意。还有下次？那一刻，倒霉蛋的内心是崩溃的。他是遇到什么奇葩了吗？他从地上爬起来，一转身看到了叶玲珑正在挥剑乱砍刚刚追着他的那一群金翅鸟。真遇见奇葩了。自己有福逃跑不好吗？那么点大的一个小孩，看起来实力也不咋地啊，还要去招惹那一群金翅鸟。罢了，他人死活与他何干？10枚中品灵石换了条命，值了，走人吧。倒霉蛋拍了拍沾了尘土的衣衫，转身离开。但他还没走2步，就感觉到身后不太对劲儿，叽叽喳喳，金光闪闪，像是一个大太阳搁在他身后。于是那一瞬，他猛地回过头去，只见那个奇葩带着那一小群金翅鸟跟那一大群金翅鸟完美汇合了。倒霉蛋瞪大双眼，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原来那个奇葩一开始就是想要他身后的金翅鸟，给他卖加速符，不过是顺手赚他一笔而已啊。行走江湖多年，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奶娃给坑了，这口气他能咽得下吗？于是他一回头，跟在叶玲珑和那一大群金翅鸟身后。叶玲珑飞回来之后，带着新队伍重新出发，继续飞往金翅鸟之前栖息的那一棵大树。现在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那棵树，飞过去。叶玲珑说完之后，第一个飞冲上前，穿过那棵大树的树枝，飞了过去。他身后其他人也一一穿了过来，然后和叶玲珑一起转过身去，看身后那一大群金翅鸟。只见他们迅速跟着一起冲到了那棵树上。他们想要学着叶玲珑几人穿树过去的时候，却在那一瞬间，无数的符文在这棵树的周围亮起，符纸一齐生效，变成了个巨大的阵法，将所有的金翅鸟全部都留在了那棵树的周围。许多在远处的人看到这棵散发着金光的树，一个个瞪的眼睛都大了。快看，那边有金光，这肯定是出宝物了。快过去，晚了就抢不到了。这么亮，绝对是罕见的超级至宝。当所有的金翅鸟全部都被困在阵法之中时，叶玲珑身后的5个人齐齐露出了惊叹的表情。玲珑，1刻钟的时间，你写了那么多符纸啊？你想屁呢？人家老早写好了存在戒指里，拿出来直接用的。没看到刚飞来的时候，人家一边御剑一边画符呢。原来他那是在画符啊。不然你以为我家小师妹真的是文盲在识字？他怎么会那么有趣？这也太可爱了吧。这人也挺可爱的，傻里吧唧的什么都信了。就是现在，我们的复仇时刻来了。只见叶玲珑上前一步，双手在不停地运转灵力施法，他那双漂亮的小手在半空之中转出一个又一个的弧度。凤凰闪火诀。那一瞬间，熊熊燃烧的明亮火焰从他的掌心迸发出来，红色的光芒瞬间铺满眼前，迅速蔓延出去，一直将整个阵法包裹起来。快来帮我顶不住了！他这一喊，季子卓最先反应过来，抢在所有人前头，飞到叶玲珑身后，往他的身体里注入灵力。紧接着，雨星洲、徐之峰他们几个人也迅速跟上。6个人排成了一长串，一个接着一个往前传输自己的灵力。当跟在叶玲珑身后的那个倒霉蛋赶过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不就是追着他们啄吗？也没多大仇啊，不至于6个人联手把所有的金翅鸟都架在火上烤吧。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过来，
在底下围观他们烤鸟，议论声不断增大。叶玲珑看到那么多人来的时候还愣了一下，他没想过要那么高调，不过这不影响他继续发挥，人越多他舞台越大，对清玄宗的名声就越有利。以我之名重塑清玄宗荣光，我辈义不容辞。这是什么火？好厉害呀！金翅鸟骨肉被烧成了灰烬，就连它身上的金翅也被融化成了金水。我觉得这阵法更精妙，它不但能困住那么多的金翅鸟，还能分层呢。你看阵法里边的漩涡呀，将轻飘飘的骨灰和分量重的金水分离开来，到时候无论是吃骨灰还是取金水，都是轻而易举了。吃你个大头鬼啊！事到如今还看不出来吗？人家是要炼金。拿金翅鸟炼金啊？这么嚣张的吗？金翅鸟很凶悍的，这几个人什么修为啊？至少也得金丹吧？元婴肯定有。喏，打头阵的那个豆芽菜肯定是元婴啊。等下，他看起来那么小，怎么可能是元婴啊？你不懂，修为上去了，可容颜永驻，可返老还童。嘿，你还真懂。谁返老还童会把自己反成个豆芽菜的？啊！我看到了什么？身后那几个小口有月纹，那是隐月宫的弟子啊！我说怎么那么厉害呢？原来是隐月宫啊！年纪轻轻的有这等本事，看样子隐月宫是要崛起了。呀，快看，他们练了好多金呢！这会儿还有很多的金翅鸟没炼化完呢，全部炼完得收获多少金呢？这金可非同凡响啊！那是金翅鸟的身上的金，自带坚韧属性的。这可是一大笔财富啊！金光闪闪、亮瞎眼的财富啊！但羡慕归羡慕，隐月宫的东西没人敢公开抢，除非是真不想要命了。啊，这要是散修炼的金，那该多好啊！这时，远在大金山脉深处的七星宗弟子也收到了消息。哎，听说了吗？隐月宫弟子在外面烤鸟呢。烤鸟？烤什么鸟啊？修仙之人不是辟谷吗？这时候还馋嘴啊？谁知呢？可能特别香嘛。不然烤鸟这小事儿，为什么流传的那么广呢？叶荣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隐隐觉得不对。他原地飞起，飞到高空之中，远远地看去，这么大动静，就是只是烤鸟，而且这个火焰，对于火系丹灵根的天才，叶荣月对火焰的敏感度比任何人都要强。这火焰绝对不是寻常火焰，比他见过的任何一种火都要强大，都要尊贵。千尘镜，大金山脉那边的火焰是什么情况？隐月宫的弟子有控火这么厉害的大人物吗？这时，在前尘镜上出现了一行字：凤凰神火诀。叶荣月瞪大了双眼，凤凰神火诀，火系至高法诀，那可是火系修炼者做梦都想要的法诀。凤凰神火诀在谁的身上？这时，前尘镜上又出现了一行字：叶玲珑。怎么会是他？怎么会？大金山下一次的迷雾马上要出现了，他已经根据前尘镜的提示到了迷雾出现的点附近。这个时候再回头去找叶玲珑，只怕会错过大金山秘境里的至宝。怎么办呢？在大金山脉的另外一处，隐月宫其他的弟子也收到了这个消息。放屁！咱隐月宫的弟子全都在这里，谁烤鸟了？还吃骨灰？我呸！谁在散播这无聊的谣言？但是真的有很多人都在传呢，无风不起浪嘛。哎，你说会不会有人冒充我们隐月宫的弟子啊？对，肯定是冒充的。这人用心险恶，我们必须要把他们给揪出来。这时，他们所有人看向了正飞到半空中远远眺望的大师兄身上。大师兄，这件事情不必再讨论，与我们无关，我们继续往里走。可是再往深处很可能会出现迷雾团，一旦被卷进去。那弟子话还没说完，
隐月宫的大师兄转过头去看了他一眼，他立刻没了声。在撤出法阵的那一瞬间，叶玲珑身体一歪，垂直掉了下去。小师妹，小师妹，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呀！叶玲珑双眼闭着没有睁开，嘴巴却动了动。七师兄，斯帕符呢？赶紧给我贴上，再把我放平躺着，我累得魂都脱了。听到叶玲珑的话，所有跟着冲到地面上来的人都大大的松了口气。原来是累的，还以为他怎么了。有偷子！七师兄，抄家伙！叶玲珑刚喊完，季子卓便冲了过去。于是季子卓冲过去之后，长剑一挥，瞬间跟那些围上来想偷金的人打了起来。不好，那边的人好多，我们快去帮子卓。云梦，你在这里护着玲珑。徐志峰说完，带着雨星舟和于承志提剑冲了过去。人刚冲到，还未加入战局，季子卓面前已经躺倒了一片。顿时，徐志峰他们3个人愣住了。这恐怖的战斗力，他真的是金丹吗？他也是金丹啊，怎么就打不出这种效果？抱歉，许久不打手生了，下次必不会再让你们见笑了。这隐月宫怎么最近出现了这么多的怪才？难不成3个月后的巅峰舞会，他们要一鸣惊人了？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就有趣了。我们今天练的金我全部都收起来了，到时候我会把它分成6份，每人拿1份。小师妹，我的那份就不用给了，你自己留着。自家兄弟不分那么多你我，到时候练出了灵气，也是清玄宗里大家一起分的，没什么差别。那我的那一份也不要，留给你吧。为啥不要啊？因为吧。雨星舟因为半天，把自己的耳朵憋得越来越红，脸色也越来越不对劲儿，都没因为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小师弟他觉得你的那个加速符很厉害，他想用那一份金跟你换加速符。啊，对，我想要符，我要金没啥用的。哦，那好的。我也不要金，毕竟也没出多少力，我也想要符。你还有什么符啊？我可不可以挑选一下？行，晚点有空拿出来给你挑一挑。这时叶玲珑视线转向了程莹梦和于承志。你们2个呢？我和师兄还是要金吧，我们正好想要打造一把新的武器，你这材料是真的太好了，我们不想错过。那行，咱就这么说定了。收拾完毕，他们一行人离开了此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一夜过去，他们继续往大金山脉深处走进去。一大早，他们就遇到了一只3级的妖兽。在4个筑基的联手击杀之下，这只3级妖兽成功的以尸体的形式进入了叶玲珑的戒指里面。不能再往深处走了，这一片区域已经是3级妖兽出没的区域了。无论是对你们这些筑基期，还是我们俩金丹期，历练是足够的。再往下走，就是大金山脉的深处了。一旦到了深处，迷雾团随时会出现把我们卷进去，那就危险了。听到这话，隐月宫的其他3个弟子点了点头。他们此行是来历练的，只要有足够的锻炼，那就是赚到了。七师兄，我们找个机会跟他们分道扬镳吧。同行了这么一大段，我看也差不多了。不如你去说。你怎么不去说？2人大眼瞪小眼，就指着对方去说。倒不是怕隐月宫的人，实在是那个雨星舟非常的麻烦，从同行开始就一直缠着他们2个，搞得像他是清玄宗的人而不是隐月宫的人似的。他们差点都要怀疑雨星舟是不是想放弃隐月宫，加入他们清玄宗了。我有一计，这个符纸给你啊，还有这个图纸给你，一会儿你找个地方用你的水系法术弄一团雨云来，然后呢，按照图纸上的方法把这些符纸贴到你的雨云上。会怎样？雨云就会变成迷雾团的样子，朝着我们倾下来，不断的变大变宽，把我们吞没。真的要被吞？想什么呢？它是假的，我们真要被吞进去就露馅了。临时搞得没那么精致，只能够凑合着骗骗人。
只要等迷雾团来了，我们呢就假装四散逃跑，到时候咱们俩在前面那座山头上汇合。嘿嘿，懂了，小师妹，你主意可真多呀。过奖，脑袋天上好使，没办法。季子卓拿着符纸迅速地离开了。雨星洲他们疑惑地走过来询问：玲珑，子卓这是去哪儿了呀？他刚刚看到前面有动静，就过去查看了。太冲动了吧！大金山脉这个深度已经是危险重重了，他一个人离开的话会很危险的。对啊，你们俩可不能单独跑了，否则遇到危险，我们不能第一时间救你们。没错，就算你们真的要往里走，也一定要跟我们说呀。我们大家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前进一些，大家在一起互相好有个照应。看吧，他早就把他们的心思看清楚了，所以才出此下策的。他们是去作死的，带着他们几个老老实实历练的，叫他们时时刻刻心惊胆战不厚道，还是分开合适些。放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叶玲珑没有撒谎，因为季子卓真的很快就回来了，而且他是一路狂奔回来的。因为在他的身后有一团巨大的迷雾云朝着他们飞速而来。迷雾云来了，快跑！徐志峰大喊一声，所有人迅速转身就跑。叶玲珑震惊地站在原地，看着整个一片天空变得昏暗，像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夕一般。迷雾云上还出现了一道道明亮的闪电，像是怪兽一样张牙舞爪地朝着他们扑了过来。小师妹，你这符文的效果也太好了吧，这铺天盖地的威压就跟真的似的。你看，你把隐月宫的那些人全给吓跑了。感谢七师兄的抬举，虽然我真的很厉害，但这迷雾云不是我做的。啊？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他就是大金山的迷雾云，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季子卓瞪大了双眼，顿时不会说话了。怪不得力量这么强大，把那些树木和妖兽全部卷了进去。那还愣着干什么？跑啊！季子卓大喊一声，向前冲，但他才冲出去几步，忽然就被绊了一跤，差点摔了个狗啃泥。这时他低下头去，发现自己腰间不知何时系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外一端系在叶玲珑的腰上。他没走，这才导致自己差点绊倒。小师妹，你这是在做什么？七师兄，原著里说了，这迷雾云把人卷进去之后，会把人随机放在秘境的某一位置，就算是一起被卷进去的人，也会被分散开来。季子卓听得一头雾水，什么原著，什么秘境啊？他怎么知道他们会被分散呢？七师兄，我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要不是一个人搞不定，我就不拉着你陪我一起作死了。小师妹，你别说了，迷雾云马上就要吞没我们了，快跑啊！但一回头，发现叶玲珑拽着他们那条绳子，一下一下的把他往回拉。于是他就这么看着自己被小师妹一步步拖了回去，然后两个人一起被卷进了迷雾云里。师兄莫怕，你是不是有其他准备？有，这黑布我们一人一条蒙住眼睛，眼不见心不慌。叶玲珑上辈子用过无数次的洗衣机，今天总算是体验了一把被洗衣机疯狂乱甩的感觉。她感觉自己整个胃都要被甩出来了，就连脑子都给甩糊了。一直到落地的时候，她才感觉自己重新活了回来。清凉香甜的液体滴在她的脸上，她下意识地伸出舌头去卷了一下，好香好甜啊，这是什么味道？而且当这香甜的味道入喉之后，整个人一下子变得浑身舒畅又特别清醒。耶，这花他好像认得，是冰雾花。书中记载，这冰雾花是仙灵药草的一种，它具有清除人不适症状的奇效，例如中毒、重患、
头昏乏力等等身体不适的状态。这时，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道轻微的嗡嗡声。来了来了，妖黄蜂它来了！叶玲珑噌的一下跳了起来，他刚起来，腰间的绳子忽然一紧，他差点没站稳。哦，对了，七师兄，他把七师兄给绑进来了，有他在，3级妖兽根本就不成问题。七师兄，你快起来！别喊了，让我歇会儿，我5脏6腑都移位了。叶玲珑知道他还在难受着，根本就动不了，他赶紧拿了片树叶，接了点冰雾花露，滴进他的嘴巴里。小师妹，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好好吃啊！哎呀，你别吃了，我听到3级妖黄蜂的声音了，快起来准备打架了。切，不就是3级的妖黄蜂吗？有什么好怕的？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打1双啊！季子卓话音刚落，只听嗡嗡嗡的声音迅速地飞近，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最后几乎是铺天盖地。七师兄，那如果是来的一大群呢？打吗？打个鬼啊，跑啊！季子卓毫不犹豫地拽着叶玲珑就往外跑。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大一群妖黄蜂，单打独斗我绝不怕他们，可显然他们只想玩群殴啊！七师兄，我有一个想法。你别有，你什么想法都不准有。季子卓被叶玲珑搞怕了，他生怕叶玲珑又想把那些妖黄蜂全部抓住拿去炼化。别开玩笑了，金翅鸟才2级，而且他们很呆啊，可妖黄蜂是3级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那种，玩不过的。可是七师兄那是冰舞花哎，它的花蜜真的很有用，很好吃，捧上来你不想要？不想。七师兄，富贵险中求，咱们来秘境里面历练，不就是为了杀怪夺宝提升自己又积攒财富的吗？不是。七师兄，你看到前面那个池子了没有？你知道妖黄蜂怕水吗？躲进去就不会被它给蛰到了。我看到了，那我们先跳湖里避避风头。七师兄，准确的来说是你跳，不是我们跳。什么意思啊？意思是咱们奋斗行动，重任交给你，赚来的4、6分。叶玲珑话音刚落，就从戒指里把刚刚藏起来的沾了蜜露的树叶沾到了季子卓的身上。那一瞬间，香甜的气息散发开来，身后追击他们的妖黄蜂更加躁动了。他们增长了仇恨，他们加快了速度，发疯似的往季子卓的方向冲。那些3级妖黄蜂毫不犹豫地追着季子卓跑了。沾了花蜜味道清理不掉的季子卓已经开始怀疑小师妹是不是别的门派送来的细作，以残害同门为己任，只要弄不死就往死里弄。他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跳入了水中。他到了水中之后，回过头去看半空中的妖黄蜂，他们在湖边毫不留恋地直接掉头离开了，甚至连湖面上方都没飞过来。奇怪了，传说中妖黄蜂是很记仇的，他们怎么放弃的这么干脆？难道这湖里有他们惧怕的东西？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他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吐泡泡的声音。他猛然回过头去，看到了湖水里的东西，他吓得赶紧疯狂往上游，在露出水面的一瞬间大喊了一声：小师妹，救命啊！下一秒他便被重新拖回了水里。另一边，叶玲珑趁着那些妖黄蜂都被骗走，偷偷摸摸地回去找冰雾花了。他走到冰雾花的前面，拿出一个小瓶子，准备收集冰雾花的花露。滴答嗡嗡，滴答嗡嗡嗡。叶玲珑眉头一皱，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而且是从头顶上传来的。下一秒，他猛地抬起头，看到了冰雾花上站着的东西。七师兄救命！叶玲珑万万没想到，那群3级妖黄蜂被引走了，还有一只蜂王留在了冰雾花的旁边。而更倒霉的是，那只蜂王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4级，
叶玲珑手执玄影，脚贴加速，身贴防御，剑贴攻击，用符纸加满了所有的属性之后，开始了跟4级蜂王的疯狂对砍。好在叶玲珑在关键时刻潜能被激发，他的脑袋瓜更灵光了。哎，有办法了！他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只3级妖兽的尸体，在尸体上面贴满了爆炸符。我的大宝贝啊，快去帮我把冰雾花给偷了！而在他撞向冰雾花的那一瞬间，所有爆炸符全部爆开，几声巨响，蜂王被爆炸符贴脸炸开了花。他趁着蜂王受伤倒地的片刻时间，迅速地飞过去，把冰雾花的密路给踩掉。算算时间，那些妖黄蜂应该飞回去了。七师兄现在应该是在湖边等他，于是他往湖边飞了过去。落地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季子卓的身影，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七师兄！声音刚落，哗的一声，水里传来了动静。七师兄，你没事？叶玲珑话刚说到一半，他就看到湖面上浮起了一条巨大的青色鲤鱼。青色鲤鱼已经翻白眼了，身上的血还不停地往外冒。下一秒，青色鲤鱼的身边浮起了一具尸体，这尸体衣衫破烂，浑身是伤，也在不断地往外冒血，还穿着一身他看起来略微眼熟的衣服，应该也没救了。哎，等下，七师兄，你现在才回来，是打算见我最后一面吗？七师兄，你快活不了了吗？让你失望了，我还可以活个几百年呢。哦，那确实是有点失望了。我原本还以为可以撕坏你的戒指呢。季子卓从水里出来的时候，顺手把那条青鳞鲤给拖了出来，丢到了捡尸专业户叶玲珑的面前。啊，收好了。七师兄，这是5级的妖兽哎。就算是6级、7级、8级，杀掉了也都给你。哼，谢谢七师兄，来，我给你治疗一下。就你那点治疗水平，在刚刚得到了质的提升。叶玲珑把他智斗蜂王的传奇故事添油加醋的跟季子卓说了一遍，季子卓也把他大战青鳞鲤差点嗝屁的艰辛历程跟叶玲珑说了。要不是他平时爱打架，他又恰好是水系修炼者，知道如何克制水系妖兽，他这次可真没救了。小师妹，你怎么知道迷雾后面是个秘境呢？书中有记载。咱清玄宗的藏书楼也太厉害了吧，连这个都有记载。小师妹，那他有没有记载我们应该怎么出去呢？没有。啊？哎呀，别慌，一定能出去的，不然怎么会有人能够记载下来呢？那倒是，不过这个地方危险程度太高了，接下来你可别任性，一定要听我的。好的。你在敷衍我？是啊。七师兄，你不觉得人生充满了未知才是最精彩的吗？一直跟你在一起，想不精彩都难呢。其实我挺开心的。怎么说？这里即便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充满挑战、足够历练的地方。相比于大荆山脉层次分明的修炼区域，我更喜欢这样未知风险的地方。尤其是我来这里历练，竟然不是自己一个人，行走在外面那么久，终于有个人陪着我一起了。虽然你修为低了点，实力差了点，但是你聪明呢。七师兄，我好像领悟大重生术第2层了。大重生术第2层，那可是至高法诀的第2层啊！区区一个筑基期，这么快就领悟了？七师兄，辛苦你给我护个法，我要进入状态了。好的。叶玲珑坐直了身体，迅速地进入状态。他刚刚反复使用了很多遍大重生术，而且是在生死一刻紧急使用的，这使得他的法诀熟练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忽然就领悟到了大重生术的第2层。大重生术的第2层是生长，
在大重生术的催动之下，它可以让身边的草木迅速的生长。听起来好像还是没有攻击性，但其实不是的。藤蔓无限生长，它可以缠绕敌人；荆棘延长生长，它可以刺伤对方。待它领悟完毕，睁开双眼的时候，身下的小草不停地生长，越长越大，越长越长，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将他整个人托起。他盘着腿坐在巨草之上，被他高高的托起。他闭上眼睛去感受这个大金山的秘境，他发现这里处处透着一股强大的生机，无数的生命在这里生长繁衍，散发勃勃生气。这时坐在叶玲珑旁边的季子卓也被巨草拖着带到了高处，跟着叶玲珑一起俯瞰这一片生机盎然的漂亮山谷。小师妹，我好像要领悟水系法诀的第3层了，劳烦你为我护个法。叶玲珑轻笑一声，点了点头。他手指轻轻的一点，他的身下越来越多的巨草长起来，将他的四周围全部包裹起来，将他整个人保护在里面。直到第2天早上，他才睁开双眼。一睁眼看到的便是隔壁叶玲珑也给自己用叶子造了一个休息的小屋，他躺在那里比自己还舒服。小师妹，起床了。不起，打妖兽赚大钱去了。现在就出发。啊，七师兄，你看那边有个峡谷，峡谷里面好像有好多之前没见过的草木哎，会不会又有宝物啊？里面好像有危险啊。那不就是有宝物吗？进去准没错。叶玲珑话音落下，兴奋地跳跃起来，点在好几株瞬间长大的草木之上，一蹦一跳地跳进了峡谷里面。哎，小师妹，你等等我！两人刚刚进入峡谷里，一道震耳欲聋的兽吼声便骤然响起。嘿，七师兄，我们被当作猎物关进来了。哦，那我们去看看啥玩意儿，眼神这么不好，把我们当作猎物了。季子卓话音刚落，整个峡谷又再颤抖了起来。走，我们上去看看。叶玲珑说完，足尖一点，往峡谷的深处跑了去。没跑多久，一声惊天巨吼传来。此时他也看清楚了眼前的巨兽，是一只银色鳞片的巨蟒。好家伙，它是真的大！这时不知哪里传来了一道激动不已的声音。哎，是他来了，我们有救了。叶玲珑循声望去，找了半天，终于在一个乱石堆积的小小山洞里面看到了几个人头。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刚刚银鳞巨蟒用脑袋撞击的位置，就是为了把他们撞碎弄出来。他把整个山体撞出了一条巨大的裂缝。这时那条银鳞巨蟒感受到了他的存在，迅速地对着他所在的方向回过头。哎呦，快跑啊！他在识别记忆你的气味，一旦被他给记住了，他会一直追着你，直到你死掉为止。原来是在识别他的气味啊，这题他会。他迅速从戒指里掏出来一个用厚符纸包着的一大团东西，然后他将那团东西挂在了一株草上。那株草迅速地生长到跟他一样的高度，挡在了他的前面。他看到银鳞巨蟒的瞳孔瞬间增大，紧接着他迅速的后退，整个脑袋不受控制的轰的一下撞到了旁边的山体上，又把山体撞崩了一大块。小师妹，快收起来，你师兄我要归西了。哎呀，我忘了给你贴尸位符了。叶玲珑看情况差不多了，赶紧把尸体收起来，再放任那具尸体在外面，友军都要阵亡了。看，我就说他有办法的吧，他一定能救我们的。喂，小姑娘，快看这里，10枚中品灵石，1张加速符，我们买8张，快卖给我们。听到这话，叶玲珑立马就想起来了，冲着他喊话的是在外面抓金翅鸟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倒霉蛋呀。他
也被迷雾卷进来了。8张加速符对他来说是小事，能赚钱也能救人，问题不大。成交。说完，他便朝着那个山洞飞了过去。飞到山洞口的时候，他从戒指里掏出了8张加速符，递给了里面的倒霉蛋。来，快把符纸贴上，一人2张，速度很快的。他们刚贴上加速符，那条银鳞巨蟒已经清醒过来，他重新抬起脑袋，恼怒地往那个小山洞撞过去。小师妹，你当心！叶玲珑和季子卓堪堪躲过这一击，但山洞里的人却不好受了，再次遭到银鳞巨蟒的攻击。那个狭小的山洞已经没有办法躲藏了，他们吃力地从乱石堆里面爬出来，有个小姑娘被巨石压到了脚，人还卡在里面出不来。当心，他又要重新撞上来了！你们快跑吧，别管我了！我本来以为我们全部都要死在这里，但现在2师姐和3师姐能跑掉已经很好的，你们不要再管我了，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这时，叶玲珑身后的季子卓忽然大喊了一声：“2师姐、3师姐、4师姐，你们怎么在这里啊？”季子卓放开了叶玲珑，迅速地冲到了那个破碎的山洞旁边，去帮他们把4师姐救出来。有季子卓的帮助，他们动作快了许多，但还未把人救出来，那头银鳞巨蟒又重新撞了上来。叶玲珑赶紧拔出玄影，让他带着自己御剑冲向那头银鳞巨蟒。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再掏出了那个臭得不行的妖兽尸体，顿时一阵臭气熏天袭来。银鳞巨蟒脑袋后退了一些，但有了上一次的经历，这次他迅速地调整过来，并且目光锁定在叶玲珑身上。比起山洞那几个人，他现在更恨叶玲珑。这么臭的东西往他脸上扑2次，他一定要把这个可恶的修炼者给撕碎。小师妹，季子卓刚把人救出来，一回头就看到叶玲珑被那头银鳞巨蟒追杀，他差点就被吓死了。玄影，我好怕！这话他一天要听800遍。一般说来，他喊完之后就会有新的馊主意出来救他一条狗命了，所以呢，玄影根本不慌。咦，我看到了什么？半山腰上竟然有个石门，有救了，有救了！看到叶玲珑往半山腰上的石门飞过去，在下面的倒霉蛋还有他的3个师姐立即激动地大喊起来：别过去，他们不会打开石门的！在他们喊的时候，叶玲珑已经飞过去了。他在石门前面刚要停下的时候，忽然石门前的阵法触发，一道强劲的力量朝着他倾袭而来。这石门好强啊，怪不得这银鳞巨蟒对天对地哪儿都砸，就是不敢砸这道石门。这时石门里忽然传来了一道喊声：别尝试靠近石门了，不要命了吗？赶紧滚开，我们是不可能给你开门的，害死了我们，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他刚刚喊完，那条银鳞巨蟒又重新朝着叶玲珑甩头撞了上来。叶玲珑迅速地飞到另外一个点，但是无论他飞到哪里，那头银鳞巨蟒就撞到哪里。不就是被熏了2回吗？至于这么记仇吗？就连自己被剑刺伤都不在意了。但转念一想，季子卓觉得如果是自己受这委屈，他宁死也不能忍啊。那道石门里面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不开门？石门里是7星宗的人，他们这些大宗门的人向来看不起游走在外面的散修。虽然我们是清玄宗的人，但也和散修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撞死在里面，也不愿意开门放你们进去一起躲避啊！嗨，何止啊！本来那道石门是我们先发现提醒他们的，可万万没想到，他们趁着银鳞巨蟒拖住我们脚步的时候，抢先躲进去了。进去之后，直接把石门给关上了，把我们留在外面。对呀，无论我们怎么哀求他们，都不愿意开门让我们躲进去。他们怕开门的时候，银鳞巨蟒会趁机攻击他们，导致他们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现在怎么办呢？你们小师妹在上面快撑不住了，要不让她飞我们这里来，我们一起帮她拦着吧。等着，我去把事情跟她交代一遍。说完，季子卓就飞了上去。去跟小师妹说有什么用啊？小师妹才筑基，她现在都快保不住自己了。不行，必须要想个办法救救她。阿师姐，你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时，季子卓已经飞到半空中，跟着叶玲珑一边躲避银鳞巨蟒的撞击，一边把情况跟他讲了一遍。叶玲珑听完就被气到了，怎么又是七星宗啊？上一次恶意污蔑他七师兄，这一次又故意害得他二师姐、三师姐和四师姐差点死掉。这宗门在原著里不是挺正派的吗？今天这事儿他要是忍了，以后还怎么把清玄宗的名号给打出去？季子卓冲着叶玲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他就知道没有小师妹这脑袋瓜想不到的办法。彼时七星宗的弟子还蹲在石门后面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总不能在这里躲一辈子啊。峡谷内依旧是地动山摇，不得安宁。意识到外面动静不寻常的七星宗弟子赶紧跑到石门边上的门眼上去查看外面的情况。然而放眼望去，他们却看不到峡谷里的画面，只看到一张可爱的小脸儿近在咫尺。哎呦，就那么喜欢欣赏我的美貌啊？那就让你们看个够啊！这时，在石门后面远一些地方的谢灵义看着弟子们一个个看到外面的情况大呼小叫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一个个都大惊小怪什么呀？大师兄，他靠近石门了。谢灵义眉头皱得更深，他们在胡说什么东西啊？石门上是有禁制的，就连那一头凶残的银鳞巨蟒都没办法靠近，怎么可能有人能靠近得了？这也是他们能够躲在这里面那么久的原因。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一个个都闲得没事干了吗？都给我滚进去！想不到办法就好好打坐，都在这里乱叫个什么东西？谢灵义走到石门的后面，凑到门眼上去一看，看到了门外远处的叶玲珑。他根本就没有靠近啊，而且还被禁制给击得频频后退，这有什么好怕的？谢灵义脸上露出了一抹狰狞的笑容。上次在西山秘境害得他丢尽脸面，没想到在这里又碰到他了，简直就是冤家路窄啊！叶玲珑，你也有今天？哼，我就在这里看着你被银鳞巨蟒撞成肉泥，你等死吧！我绝对不会给你开门的。谢灵义，打嘴炮有什么意思啊？你有本事就出来啊！叶玲珑，激将对我来说没有用，有本事你进来呀！谢灵义大声嘲笑着，笑着，笑到一半忽然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亲眼看到离石门有一段距离的叶玲珑手握长剑，对着他们的石门在虚空之中用力一劈，剑气化作了一道强大的力量，朝着他们的石门撞了上来，面前顿时没有了任何阻拦和遮挡，就这么跟叶玲珑面对面了。好的，我进来了。叶玲珑话音落下，她一个飞跃跳到了谢灵义的面前。辛苦你专程到门口来接我，以后不用那么客气啊。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瞎啊？刚刚没看清，我打破石门进来的。你这个石门是偷工减料了吧？这怎么轻轻一敲就碎了呢？就跟你们七星宗的剑一样，薄脆如纸，质量差的不像话。大家都是筑基，你们竟然我怎么跟如临大敌似的？我这么厉害吗？又是他，又被这个小破孩给羞辱了。总共也就见了2回，回回被羞辱，这哪能忍啊？他拔出自己的长剑，表情狰狞的脸上杀气毕现。既然你亲自来送死，那就别怪我成全你。他刚要攻击叶玲珑，忽然间一团水飞到他的面前，迅速散开，化作了一片厚厚的冰层，挡在了叶玲珑前面，
谢灵翼的剑砍出去，把冰层砍碎，碎冰四散纷飞，糊了他一脸。干什么呀？你一个金丹期的男人欺负筑基期的小姑娘算什么玩意儿？要不你来跟我打，大家都是金丹，别说我欺负你啊！他抬手就一掌往谢灵翼的方向打过去，谢灵翼迅速抬起自己的剑去挡季子卓的攻击。季子卓掌中的强大灵力直接碾压的谢灵翼，把他连人带剑全部都给冻出了冰渣子。季子卓冷笑一声，一掌用力推上去，直接把谢灵翼打飞，撞到了山洞壁上，整个人摔到地上之后，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搞什么呀？上次在西山秘境，他们大师兄打不过人家大师兄就算了，怎么现在他们大师兄连人家七师兄都打不过了？短短几个月，退步这么快的吗？哼，刚刚不是还关着门不肯放我们进来吗？怎么现在门都没了？是不是你们之前抢山洞的时候太缺德，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干嘛这么紧张啊？我们才6个人，你们七星宗加上大师兄总共10来个人呢，人多怎么会怕人少啊？哼，来呀，打呀，过来，再把我们赶出去啊！叶玲珑站在那里，看着自家二师姐舌战七星宗，看得津津有味儿。七师兄好战，二师姐能说，他们2个光气势就把对面给干趴下了，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他在旁边看着就觉得爽。这时，那头银鳞巨蟒朝着他们这个山洞撞了过来，没有了石门上禁制的抵挡，他便没有了顾忌，随便乱撞。都是你们干的好事，要不是你们破坏石门，我们怎么会连唯一一个活命的地方都没有？让你们开门不开门，你们不让我们活，那就大家都别活呀。反正我们本来就是要死的，现在不但多活了一会儿，还拉了一群垫背的，别提多开心了。柯心兰这番话直接把对面七星宗给气吐血了，指着他你了半天，憋不出一句有气势的反驳出来。这时门外的银鳞巨蟒还在撞，七星宗的弟子被吓得不行，但柯心兰他们却淡定多了。他们早就已经习惯，只要没他完，暂时都还能活着。那既然不打架，那双方就友好约定一下，以这条线为界，你们要是敢跨过来，我家七师兄就动手了，来一个打死一个，死了丢去位置大石。那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也别想越界，若是